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上一期我们聊到了 Terra Luna 的基本面，今天是我们 Terra Luna 系列视频的第二期。这一期我们主要介绍 Terra 链上两个非常重要的产品，一个是 Anchor Protocol，还有一个就是 Mirror Protocol。那首先请我们的 Michael 给大家带来本周的几个重要的新闻吧。好，那下面我们来看这周的第一条新闻。这周美国的 CPI 报告显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3月份冲至8.5%，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高。食品、住房等消费的价格也在持续上涨，其中原因包括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导致的石油价格的疯涨，以及最近中国近期疫情的出现和 lockdown 导致生产以及出口问题的恶化。美联储呢预计会加息0.5%，并且会加大力度控制通货膨胀。所以，据Bloomberg 的一篇报道中分析呢，由于高额的消费价格以及高成本的生活，会导致消费减少。那目前通货膨胀可能潜在的风险导致萧条的发生。所以，并且据这数据显示，美国的薪资水平并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速率。这一问题呢，也会加重对经济的打击。第二条新闻，这个是来自于 CoinDesk。近期由于诸多原因导致整个 BPR 下跌，那比特币呢较去年11月份的高点也下跌了40%，纳斯达克100的指数也下跌了16%。市场情绪最近都比较低迷，由于疫情的 surge，乌克兰战争还有高通货膨胀的现象，导致投资人们纷纷脱手高风险资产，并且在比特币价格的低点抄底的意愿也非常低。有一部分原因呢也是Bitcoin miner 在 sell off 比特币，然后进行清算，清算完之后呢，会又再投资挖矿设备来进行挖矿，挖取更多的比特币。那目前最大的矿池是叫 Core Scientific，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他们的挖币情况。CoinDesk 称呢，最近比特币的抛售和低交易量与纳斯达克100的价格90天的走势的相关性的加深，说明大家投资speculative asset 的预算与意愿都在降低。这个相关性自疫情发生后就在持续增长。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出市场上投资者的sentiment 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那我们可以看到右上方这个图代表最近correlation 的增加。第三条新闻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美国的 Treasury Yield Curve 发生了inversion。一般发生这种 inversion 的情况，都代表着经济将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可能会走向 recession。那目前来看呢，是有这个迹象的。现在2年的Treasury Yield 呢，已经大概在2.412吧，就是根据这个新闻说，然后30年的Treasury Bond Yield 大概在2.473%。那如果short term 的yield 就是高于long term yield，就可能会发生recession。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做经济一定会走下坡路到萧条期的判断，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现在开始使用保守策略还是为上策。这件事情呢，对大家也是一个警告。所以最近一定要多做研究，寻找因果关系，投资也一定要谨慎和做好准备。OK 啊，谢谢 Michael 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本周的新闻。就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就是很多人肯定会有疑问啊，就是说今年包括比特币在内的主流货币啊，都是跌入熊市了，但是为什么唯独 Luna 今年它是一枝独秀，而且呢一直在破前高？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Luna 它 Terra 链上的资产啊，在这一年里面它的总锁仓量它是一直在节节攀升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幅那个 PPT，然后可以看到现在 Terra Luna 的总锁仓量排在所有公链里面的第二，仅次于以太坊。而且熊市里面的增长势头啊，一点都不逊于以太坊。这里我们所说的 TVL 就是指这条链上一共锁了多少加密货币。当然，锁的价值越多，流动性挖矿也就越多，人们对该链的信任也就越多。Anchor 和那个 Mirror 推出不足一年啊，就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分别获得了14.67 billion 和0.8 billion的总锁仓量，占到了整个 Terra 链上的接近60%。所以这两款产品对 Terra 链上的重要程度是显而易见的。Anchor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是能把这些锁仓的总资产重新赋予一个流动性。Anchor 是 Terra 官方在2021年3月份推出的 DeFi 那个平台，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借贷与另外一个产品叫 Compound，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听说过，很类似。但是 Anchor 之所以能够获发制人，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极高的 APY，也就是它的年化收益率。
它年化收益率始终能维持在20%左右。整个过程呢也是就是而且整个使用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和易上手的。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Anchor 它的 USD 的 yield 能做到20%呢？这个收益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而且也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啊。就是一个借款平台它是怎么能做到如此高的收益率的？就 Anchor 作为一个 lending 的平台，在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定了一个货币市场。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啊，这个市场的年化并不是传统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通过协调多个 POS 区块的奖励来平衡奖励。在整个借贷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参与方，分别是存款人、借款人和清算人。存款人呢将我们的 UST 存入安克的货币市场，得到铸造生成的 AUST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货币市场里面的一个存款收据，就是当我们赎回存款按比例获得利息以及出借人补贴都需要使用 AUST。存款人存入的 AUST 经货币市场汇总后出借给借款人，借款人提供货币市场白名单之内的 BSS 存入锁定来创造贷款头寸，获得借款和流动性。贷款头寸的LTV 需要在货币市场设定的 max 之下，否则 BSS 将会被清算。提供流动性可以获得那 Anchor 的奖励。Anchor 就是Anchor 这个 protocol 它的一个代币，可以用来偿还借款的利息。但是现在市场上的白名单就只有 Luna，只有 Luna，ETH 那个 DOT， 还有个就是那个 Cosmo。清算人呢，他主要是关注贷款的风险，就是一旦出现这个 LTV 高于我们的 max 值时，这个 max 值我们一般是设在150%到200%。当它高于这个 max 值时，清算人将会向被清算的合约投标，就清算借款人的 BSS。就是有利息的支出就一定要有收益啊，就是收支如果能达到平衡，这个高利率就可以持续。就是我们现在再分析一下，就是看看 Anchor 这个平台上面这个高利率它能不能分析。所以说我们就做了一个Anchor 平台的收益和支出的一个计算。就是首先我们看到那个 Anchor 的一个收益。首先我们看这幅图，这个图就是我们刚从那个 Anchor 的官方就是荡下来的，就是它现在就是总共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大概有12000 million 的一个 UST 存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的存款利率大概是19.49%。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总共借出去的大概只有2679个 million， 然后就是我们从这个平台去借 UST 的话，我们的那个费率大概是7.6%左右。好，现在我们就是做一个计算，看看 Anchor 到底能不能就是收支平衡。就第一部分，我们 Anchor 的收入第一个部分就来自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就是我们借款的时候，它会有个那 collateral， 就是一个抵押物。这个抵押物 Anchor 是可以拿去就是做 staking 的。我们刚刚说了有这个白名单上有 ETH 有 Luna 这2个资产呢，就是 staking 的年化大概分别是在5%和8%左右。还有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那个 Cosmo， 还有那个就是还有 DOT， 它分别是在12%左右一个 staking 的收益。就是如果我们要和现实生活中去对比啊，就是如果我们去银行借钱，我们给银行抵押我们的房子，银行是没有权利拿我们的房子去租出去，然后去赚那个租金的。如果我们抵押的是一份具有收益的债券产品，这部分的收益是可以归那个借出方所有的。所以这个也就是Anchor 它就是这一部分收入的来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的计算啊，它 Luna 大概是总共有4000多个 million 的就是 collateral， 然后 ETH 大概有1100个，然后那个 MX 和那个就是 Cosmo 分别是81和3 million 的一个总价值。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它的那个 staking 的收益率，然后我们可以计算得到，就是我们的11、12、13、14，然后这个 borrow 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总共借出去的2679个 million， 然后乘上一个借款的利率是10.76%，所以总共得到是288.26个 million， 然后我们把那个 borrow 和我们刚刚说的11、12加起来，就总共得到了它是677.7个 million， 所以这个钱就是Anchor 它这一年能收入的。再看看 Anchor 每年要支出多少钱？它的支出很简单，Anchor 的支出就是它总共这个平台上总共有12000
12000个 million，然后的 UST 在上面就是 deposit，然后它每年的那个要付出的利率是20%，所以说它每年就是要付出大概2348个 million。我们通过这个计算可以得出，它现在是处于一个严重不平衡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每年要大概亏1670个 million。当然，Anchor 它还可以通过提高借款利率和通过那个基金会去拨款来维持一段时间，但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Michael，你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庞氏骗局吗？嗯，在说这个是不是庞氏骗局之前呢，首先我们再重申一次呢，就是我们这个 channel 呢不是一个告诉你怎么投资的，我们更多是一个这个提供多元信息和分析的这么一个 channel，是为了给大家提供很多的信息资源，然后帮助你们去思考以及从多个角度看问题所以呢，请大家观众们一定要这个独立思考，然后投资之前做好自己的研究。那关于这个 Terra 是不是庞氏骗局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具体什么是庞氏骗局，然后它的逻辑以及诈骗是如何行骗的。呃，庞氏骗局呢，就是的来源呢是由一个1903年移民到美国，名为这个查尔斯这个庞兹的一个意大利人，他一心想发财，然后发明了一种听起来非常复杂的投资计划，然后保证这个高收入和低风险。那时呢，正好是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然后他利用这个混乱，告诉美国群众他的这个投资计划是购买欧洲的某种这个邮政票据，然后再卖给美国，赚取中间的差价。那因为很多人当时对这个汇率政策还有金融缺乏常识，所以很多人就将钱给他作为投资。那其实他的 portfolio 中呢，完全没有投资策略，无非就是套新来的投资人的钱，将这部分钱再作为这个就是还给上一波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收益，那剩下的这个钱呢，则放在自己腰包里。但是当这个骗局无法再演下去了之后呢，这个投资人就要开始撤资，然后提取他们的投资时，整个这个金字塔就崩塌了。那后来这个庞兹破产并入狱，所以这个庞氏骗局呢，其实就是没有真正的投资 portfolio 以及这个策略，投资人的钱实际是用来给其他的投资人支付收益，那从空气中制造金钱，无中生有，最终就是泡沫。那目前区块链中的很多 DeFi 的项目呢，实际可能都是庞氏骗局，没有创造任何价值。所以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先仔细研究，一定不要投那些你研究半天后还看不明白、还看不懂的项目。OK，所以呢，当我在这个最初接触到这个 Anchor Protocol 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20%的收益是 too good to be true，就感觉像是天上掉下水。因为这个20%的年化呢，就很多做这个金融投资的，还有 trader 都需要付出很多才能做到，然后所以在查阅以及研究了很多来源的分析后呢，我对 Anchor Protocol 大致判断是整体来说它是安全与靠谱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稳定收益没有风险。那从宏观上来看呢，加密货币的世界虽然在快速的成长，并且得到了各方的支持与资金的支撑，但是我认为它的未来还是会面临巨大的变化的。那虽然我们坚信 crypto done right，也就是 crypto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成长，是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改变的，但理性上来说呢，在它塑形以及成长期的过程中，过早判断一个 cryptocurrency 的成功，还是略显仓促。所以，虽然 Terra 作为一个目前来看是比较成功的 DeFi 项目，但它的诞生也才一两年的时间，还没有被最差的市场 battle test 过。那是否可以抵挡住整个crypto 市场的大环境的波动风险，我们目前还是比较难做判断。但是这次杜康呢购买100亿美元比特币的行为来 back UST，的确是给我们更多的信心。那并且 Terra 生态系统中的这个基建广度，还有 DApps 的应用，包括这个在韩国的这个 Chai Payment App，就是在区块链上的一个交易应用，都是有实打实的现金流的，而非无中生有。那从市场应用还有机制的角度来看，Anchor 呢，基本上还是比较 safe 的。但是当然从技术上来说，勉为其难还是会有一些 bug 或者说系统漏洞的风险。对于任何一个区块链 project 来说，都存在被这个黑客攻击然后偷取资金的风险。即使 Terra 的代码已经被 Certic 负责通过了审查与校验，啊、但是同时被 audit 过的这个 Poly Network 就是被 hack 走了快6亿美金的这个资金，然后虽然之后又被归还，不过 Terra 在维护系统的这个 security 方面还是开出了100万美金的这个 UST 作为悬赏给任何人，就是可以发现这个 Terra 致命漏洞的人。
那从而可以让 hackers 有更好的选择去维护或修复这个系统的安全，而非进行破坏以及盗窃。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杜康发的这个 Twitter，关于 Anchor Protocol 是不是庞氏骗局呢？首先这个Anchor Protocol 以及 Terra 完全是开源的，代码呢我们也是可以在 GitHub 上看见的，并没有任何的这个隐藏或者存在诈骗属性的问题存在。那我们会把这个 Terra 的 GitHub 链接呢放在这个 description 里，感兴趣的和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研究研究。并且我想我们刚才也讲过的，就是这个 Terra 的生态是有实打实的收入和现金流的。并且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于 Anchor Protocol 的这个年化收益结算是支付给你 UST 的，并非是会涉及这个美金风险、市场风险的 utility tokens，不需要持续的吸引买家来烘高其价格，从而让你的收益变高。所以分析来看呢，Terra 应该是 legit 的，只是这个年化收益并不会永远那么高。之后一旦就是说它这个补贴停止，而且因为它现在这个一直在亏损，它这个根据供应量它这个收益呢是慢慢会降下来的。所以目前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尾巴来把 UST 存到 Anchor Protocol 中赶一波20%的年化。这期视频中呢，很多观点我们都引用了，就是一个叫 Ryan 写的文章，然后呢，链接是也在这个 description 里。有时间和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花点时间仔细去阅读一下我们推荐的这篇文章。那我们认为他对这个 Terra 以及Anchor Protocol 都做了非常全面与客观的分析与总结。谢谢 Michael 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讲解啊，关于庞氏骗局啊什么的，就是我也感觉就是我们的 Anchor，就以及我们的 Mirror 还有我们的 Terra，应该不算是个庞氏骗局，但是它20%那个收益年化，这个应该是不可能就是很长时间维持下去的，因为它的资产负债表是扛不住的。所以呢，就是我也赞同 Michael 最后的观点，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自己的一部分金钱就投入进去，然后去赶最后一波这个20%的年化，然后就是但也不能把所有的钱就 all in 进去，就是大概就有个比例就可以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做的有点过于长了，所以下面我们就是40%的这个讲解，我们就是跳到下面一个视频去。请大家移步下一个视频，然后就是听我们这个安可还有 Miro 的一个无风险40%年化的一个投资策略。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